大明啊，太不孝顺了，管子还没想完呢，你就能下去呢？嗯，他还有个孩子，不是被那女的带走了吗？行吧，我去安抚。谢哥，哎，你呀，要努力把大明的担子担起来，比你给人家装马桶挣钱多了，听见没有？啊，最近啊，有个活动的，你去一趟，减减肥，看你都像什么样子了，动子都下不去，你他妈在卡那儿。听见没有？谢哥，啊，你说说，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不找死吗？哎，多废物！再给你满上。是我亲人。你是我哥。我给你钱，100万、500万，哥全给你，你放了哥。哥这儿还有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哥也给你，长生的东西，长生。东西在哪儿？客厅的保险箱。哥，我不早说啊！起来，带我去。家。放了哥。哥，把钱也都给我装起来。好。
老组长，窝藏包庇也是犯罪。你能说出实情，我们会宽大处理。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三爷爷，三爷爷，三爷爷，您老糊涂了，您不能跟他们走啊！那个地方您能去吗？你是谁啊？我是谁？你管我是谁呢？反正今天不能让你带我三爷爷走。他是重要证人，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什么证人不证人的？反正我三爷爷不能跟你走。不能走！三爷爷，您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人都没了，我都说了。那就更不能让他们走了。对呀，是不能走，不能走啊！我告诉你们啊，不许胡来啊！想袭警啊！我干了40年警察，还是头回见拿个破铲子就想称王称霸。你死在这个铲子下面，那是你的幸运。来，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到这儿，整个公安局都知道，2个小时之内不回去，他们就会来找我们。我一会儿把你们往那土墓里一埋，车往水里一沉，那警察想查都查不出来。你是知法犯法，你知道吗？要我说，干脆把他们俩绑了算了。哎，这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再想一想。要死也让我死得明白。周家黑是你的头，还是周大爷？什么周了周黑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今天我三爷爷不能走。上！白飞木，白飞木，他怎么知道白飞木啊？就是这么久没找到他，知道吗？这是。你们是不是？哎，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白飞木？你怎么知道的？这白飞木里边宝贝多啊，是吧？但是这原木啊，跟其他的它不一样。这找对了地方，但凡地层不一样，它一样白搭。但这里边真的都是好东西，哎，随便拿一样东西出来啊，你们全村过一辈子。那么费劲的找，是啊，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没找着。不是，你们找不着，但不代表我找不着啊。我是考古学博士，我们这个寻龙点穴，再加上高科技，这个卫星探查，底下所有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哎，你看你们这山，这风水多好啊，对吧？山南水北，神龙在尾，这风水好，这底下有多少贵族墓啊？哟，还有贵族墓啊，那东西肯定少不了。要不这样，让他带咱们去挖去。咱们做个交易，给我们俩放走，我回头告诉你，这里边都是宝。那咱们得去挖呀！闭嘴！让他们2个人走，咱们就全完了。哎，可是杀警察是重罪啊！我们每个车上都有 GPS 定位监控，完全知道我们车在哪儿啊！你们谁都跑不了。哎，你想想，哎，一个是钱，一个是命，什么过不去呢？那也不行，那你们回来，你们要回来抓我们怎么办？这样不能走呗，不能走，不能走。警察抓人讲证据，能随便抓你吗？能检举揭发，更不会抓你们。反正不管怎么样，今天不能让你们2个人走。大强，你要组长，哎呦，三爷爷，组长，叫救护车！没事吧？组长，三爷爷。
白飞木就在这个位置，给，就在那儿啊，位置也给你了，我们可以走了。警察同志，我们可没有盗墓啊，这盖房子、挖地基，要是探出点什么，我们会及时上报的。袭击我的这个人呢，给我好好看住了。没问题，走，兄弟们看看组长去，走。哎，给我看看我的。真有白飞魔。骗他。这次没白来，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客气什么呀，林叔？取消。喂，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人差点要杀了我们灭口。啊？不是，那现在解决了吗？呀，别这么大事儿啊！我跟林叔都已经解决了。哎，老林没事吧？哎呀，具体情况让林叔跟你说吧。我们在周大爷家碰面。啊，行，谢谢叔。哎，老林，怎么回事啊？没事吧？处理好了。啊？有件事情确定了，周家黑有个私生子叫周大爷，而且他收养了周大明。曹操香。哎，你找什么？曹操香。哎，这边这有一个，你看是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家黑，周里村的盗墓头子。而且这个周家黑下墓的时候有个特殊的爱好。周大爷继承了周家黑的事业，也继承了他的爱好，还成了盗墓团伙的上家，而周大明却成了下地的土夫子。大爷、大明，你们两个听好了，我在下边藏了几个玉件，半炷香的功夫，你们要找到他。找到者赏，超过半炷香的罚。开始。
找到了。不足半炷香的功夫，能否？大明，你看，你用了多长时间？香都快点完了，你找到什么了？下去再来，找到第2个玉卷玉佛。快点！喂，2楼。哎呀，师姐来了。哎，师姐，这就是传说中的案发现场，太刺激了。那个阴沉木棺材在哪儿啊？哎呦，干嘛呀？谁让你往里走的？陈顾问，你这样就违反我们的协议了啊！这是有纪律的，他们俩绝对不能进来的。辛苦你们了，那先回去吧。啊，拿了什么呀？玉琪，你把人家脑袋拿过来干嘛呀？看着啊。是不是很完美？这说明10年前，周家黑确实去了古墓里面，拿走了国君的牙齿。打开这个你这里边又装了什么呀？龟甲。这里边肯定是放过龟甲，能看看吗？可以。不是你这些龟甲哪儿来的？这墓里有很多。周家黑一定去了那个古墓里，取走了龟甲，并从龟甲上得到了那个所谓的长生之术。长生之法，录之以甲。你们这些文物就这么让你们随随便便拿出来满大街跑啊？你是不是傻呀？文物怎么可能拿出来呢？这些是仿制的，供我们研究用的。
年前，通过目击者，我们锁定了周家黑，找到了尸块，但抓捕的时候出了意外。周家黑畏罪自杀，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他的私生子周大爷，包括那块龟甲，还有上面的邪术。这个周大爷他痴迷于邪术，还睡棺材，吃保养品，所以我怀疑他可能是在炼丹药。要不是亲眼看见，你谁能相信这个年代还会有人干这个呀？邪门歪道也可以代代相传。那个鼎是不是看着很眼熟？什么意思啊？不好说，我回去再做一下研究。哎，那个老族长怎么会知道这些？周家黑死了之后，周大爷跟老族长关系非常好。那看来那个周家黑啊，收养那个周大明，那就没安好心。那肯定是想着有朝一日啊，可以给他儿子当替死鬼。很有这个可能。周大爷把周大明炸死在墓里，让我们无处可寻。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他也被人杀了，拿走了龟甲。看来这块龟甲就是个祸害啊！徐队，哎，死者胡孝明，也就是周大爷。我们根据他的通话记录、户籍记录还有人际关系做了筛查，他父母双亡，没有直系亲属。跟他来往密切的人大概有3种，一个是有文物犯罪前科的几个手下，还有一个是搞文物收藏买卖的，另外还有2名女性，跟他联系的时间大概都是晚上，我估计是他的情人。老林，他刚刚说那几个人啊，咱们都得再审审。王世义是谁？齐丽是吧？嗯。这个男的，是不是你男朋友？是啊。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啊。怎么了？他死了。所以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你和照片上的男人交往多久了？不到半年吧。他说，他一直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特别邪门儿。为什么？因为他睡在棺材里。他还跟我解释说，是为了养颜。他还说那个棺材啊，是他专门请大师做的。哎，反正后来我就不跟他来往了。什么长生之神啊，纯属胡扯啊，都是迷信啊！坏人都能长生不老，那这世界不完了吗？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啊，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所以啊，需要我们这些人，让那些坏人活不长。但是你说啊，周大爷父子2代人为了这件事情这么疯狂，这么痴迷，是为什么呢？迷信啊，为什么呀？那周大爷身体的变化怎么解释？那肯定吃药了呀，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就周大爷炼的那些所谓的丹药里边都有催情的成分，
老郭那边都检验出来了。那你不要忘了呀，古玉国古墓里国君的齿龄比他实际年龄要小20岁。那是你认为好吗？这里边肯定有猫腻。我是在跟你探讨逻辑，探讨学术。你所有的探讨你都不能违背常识，对不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探讨的？你说完我去哪儿啊？去你妈那儿？对，最近他一人在家呢，比儿子没回去，我回去看看。你爸爸呢？不知道。慢慢看啊。这个人现用身份胡孝民，真名叫做周大野。老林呢，曾经碰见过这个人现场抛尸，警察，别动，并且跟他展开过正面交锋，在搏斗的过程中，使他的左脚踝受了伤。他应该就是这起连环杀人碎尸案的主凶。经查证啊，他也是10年前1013案主犯周家黑的继承者。这个叫周守本的人是周里村的族长，前一阵子心脏病突发身亡了。生前呢，一直替周家黑、周大野父子俩掩盖他们俩的父子关系。我们刚刚说到了周里村，现在已经形成了盗掘古墓的地域性职业犯罪窝点。胡孝民，这样的一个假身份，他究竟能隐藏有多深呢？可以说是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小新，这是一个活死人的身份。真正的胡孝民其实就是外省某偏远山区的一个居民。这个人10年前就已经死了。按照流程，他的家属应该到辖区派出所把他的身份进行注销，但是他们把他的全套信息都卖给了贩子，贩子再通过网络黑市进行销售。因为这个身份本身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可以将一个人彻底洗白，以这个死者的身份重新生活。他在物业登记的名字叫陈嘉伦，这用的就是一张假的身份证。总之，这个人非常狡猾，我们还在排查有没有其他的身份。他在生活中也非常谨慎，他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手机用的也是最原始的非智能机就是这个。大飞，案发当日呢，死者周大爷一共和8个人有过联系，其中3个是生鲜超市的员工，4个是供应商，这些人都是没有案底的。但是还有一个人，是一个装修工人。经被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超指认，这个人叫周文浩，是周大明最亲近的小弟和死忠。周大明下墓的当天，这个周文浩在外地，他应该是听说了周大明遇害的事儿，第一时间赶回来找周大爷报了仇。他杀周大爷的方式呢，是把他活活闷死在棺材里，外面还打了一圈玻璃胶。杀完人之后不知去向了，我们正在通缉他。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人，他怎么知道周大明是被周大爷暗害的呢？这个我们不清楚，应该有别的信息渠道吧。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周大爷啊，就是你们说的这个胡孝民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养鸡场？犯罪嫌疑人呢，很多都有回到现场的行为。第一，想刺探警方的情况；第二，去提供假消息误导我们警方。周大明被老婆抛弃，他痛恨特殊工作者，是他故意安排的周大明的假线索误导我们警方。以周大爷的那个聪明，他应该想得到。不过恰恰太刻意了。这么长时间，他这个身份就没有暴露过？我们去过他开的生鲜超市，地方不大只有3名员工，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并且那个地方不是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没错，局长，这个周大爷杀周大明，然后周大明的兄弟周文浩为了报仇又杀了周大爷，然后跑路，这个事情从逻辑上已经闭环了。既然已经确定了周大爷的主凶身份，
那他的家会不会就是杀人分尸的现场呢？我们查过周大爷名下所有的房产，以及他的相关亲友名下所有的房产，都不是作案地点。那现在缺失的死者的躯干找到了吗？目前还没有。不排除物理灭尸的可能性。现在目前首要的任务呢，就是集中力量抓捕周文浩。只要周文浩早日归案，我们的案件就一定会有大的进展。我想啊，他们应该有同伙。大飞说闭环了，我觉得这个闭环太完美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核心人物落在我们警方手上。大家想一想，那几包人头、残肢那么重，一个人一个晚上背着放进下水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10年前，周家黑杀人分尸抛尸，10年后，他的儿子用同样的手法去犯案，而且抛尸的手法和陈南提供给我们的古玉国神秘祭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觉得，很可能是有人追求长生不老的邪术。根本的东西不解决，会有下一个周家黑，周大爷，或许已经有了。把一切都淹没在梦里的这片海，我们都被困在这里徘徊着，永远无法自己离开。有些人的影子会像繁星一样闪烁，有些回忆会徘徊在我的心中，留下我迷失的探索，寻找线索，最后却无法再挣脱。我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夹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寻找继续下去的理由，可回忆却让我彻夜无眠。当我已狼狈不堪，望着黑暗与光明彼岸，回头看却早已灯火阑珊。我陷入一个循环，夹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寻找继续下去的理由，可回忆却让我彻夜无眠。我陷入了